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这是半斤，这个是半斤。今天我和半斤呢要前往一个村落，叫做同乐村。它距离这个维西县城呢大概是80公里的。因为维西县呢它是一个傈僳族的自治县，所以说呢那个同乐村里边呢住的大多数也是傈僳族。正是因为交通并不是那么便利啊，所以说它被称作傈僳族的最后一张名片。因为呢里边的傈僳族的文化保存还是比较完好的。那今天呢我就和半斤带大家去看一下，探秘一下最后的傈僳族文化。这个同乐村呢，它是位于三江并流的一个腹地的。三江指的是哪三江呢？金沙江、怒江还有澜沧江。这3条江呢流经滇西，形成了一个川字。同乐村它的海拔是2000多米，它也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傈僳族聚居的地方。Got a way of keeping me up most nights. It's always worth the sleep I sacrifice. And love is too precious to trade for rested eyes. And you look beautiful in the morning light. 加水冲车，老板，那个加水冲车多少钱？我就是冲一下车。这点样白油了，你也不准停车，你要倒到那边有自己。哦，车只要倒到那里。如果随便冲下样就10块，冲加摩托车的5块另外一个。哦，就是随便冲一下10块钱。好的好的。我先把车倒过来哈。就是外边冲了嘛。阿姨说10块钱就冲一下这个车子的外表。你看我的车很多尘，我平时打开这个后备箱的这个门呐，手上都是沾了尘，所以说必须得洗一下了。把车子开到这里。哇，这么大！现在要拿这个拖把擦一下，把这粘在上面的灰尘给擦除掉。When the words run out along with our old age, I still hear you in many other ways. And if I fall blind, I will see you the same. I will always find a way to love you, babe. 好嘞，把车洗干净了，太开心了。本来想着哪里可以洗车呢，我的车那么脏。同乐傈僳族山寨，好吧。这个山路让我想起了之前我去地球大断崖那一段山路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很陡，要一直爬，然后又有下坡又有急弯，而且很窄，很难错车那种。看到了，就在山上，大家看到了吗？一大排的这个房屋，木质的房屋沿着山坡而建。不远了，就在对面的山上。没想到他们修建的方式居然是沿着山坡一字排开啊！他这个村庄建设的挺有意思。马上到了，就在前边，就在眼前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已经到了同乐村了。然后我下车第一件事呢，就是看到这里有好多的柿子结满了果实。金黄色的果实挂在这个树丫上头，很奇怪，为什么他们不摘下来吃呢？而且你看前边，每一个木房子前面都种了一棵柿子树，结满了金黄色的果实。这边木房子的屋顶都是用那个木块，你看一片片的这个木块，把它给堆起来，然后石头压住，压在上边，免得被风吹跑了。哦，发现了，这里有一个更大一点的广场。我去把车开过来吧，就开到这里。
现在带半斤出来逛一下，太阳已经下山了。半斤见到朋友了，半斤和他玩，不要咬，不要打架啊！跟他玩，半斤跟他玩，啊，你们两个一起玩。哇，我们要沿着这样一级一级的台阶，不停地往山上爬去，因为他们整个村庄呢，这个房子都是沿着山坡往山上建的，然后一直往上走呢，还看得到。远远的就看得到上面有那个柿子树，沿着这个路两边种起来了，而且树上面结满了果实。不知道半斤在看什么，太漂亮了。看来他们这个柿子确实是不要的，都丢在路边了。以前在逛那个银杏村的时候，每家每户院子里面都有一棵银杏树，现在来到这里呢，每家每户都有一棵柿子树。在屋子里面挂满了柿子。我发现我在云南逛的好几个村落都特别的古朴，特别的有诗意，而且特别的原汁原味的那一种。像这个村庄，还有村子古村，还有之前我想去的那个水墨村，都是很漂亮的地方。买2个回去吃，他们这些放路边的应该不要的。我第一次看到一群猪在吃东西啊，我还以为是洗衣机在洗衣服的声音，咕噜咕噜咕噜的，好大声。天边上的云已经变成金黄色了，哇，外面太冷了。我刚刚问了一下当地人啊，他说呢，他们这边原来人还挺多的，120多户人家嘛，现在只剩下不到25户了。因为原来村庄的路是很难走的，就特别的不好走，距离县城又远，所以说他们很多人就搬出去了。然后搬了之后呢，剩下人很少之后呢，他们这个路才修起来，所以说才看到现在这里人那么少。我刚刚在那个路边捡的，洗了一下，看看好不好吃。好涩，好涩，可能是那个皮的原因。那个肉倒是挺甜的，但是那个皮好涩。应该是太小了，我应该摘那种大个一点的，应该会好吃一点。我看了一下气温了，睡到早上7点钟的时候是最冷的，降到零下1度。因为气温降到了0度的话呢，就会很冷了，所以我要跟半斤做好这个防寒的措施。把半斤的这个被子把它给铺好，来，半斤睡过来。好，躺下，躺下。我的话呢，就睡那个睡袋就可以了。我在想今晚上要不要用电热毯，应该不用吧，先睡一晚再说吧。如果冷的话再用电热毯。明天呢，我就和半斤早点起床，去航拍一下这个同乐村，并且看一下这里的村民日常生活是怎么个样子的。半斤居然说起来了，半斤你是不是冷啊？半斤，要不我把被子卷在你身上好不好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先过来这里，我把被子拿出来。你干嘛伸懒腰？我看看怎么用这个被子把半斤给裹起来，这样半斤睡觉它就不会冷。我呢会给半斤那个衣服，之前不是给半斤买过一件衣服吗？到时候把它给找出来，这样子可以。给半斤穿戴起来，这个被子是不是像个披风侠一样？好了，半斤可以了。来，趴下，趴下，这么厚，这样冷不到你了吧？半斤被我裹成一条虫了，严严实实的。我给半斤铺了2层，又盖了1层，现在总不会冷了吧？现在半斤睡得香了，不会冷了。今晚睡觉没有开窗，两边窗都是密封着的。现在的海拔是2197米，外边的温度特别低，到了晚上风特别的大。如果把窗都打开的话呢，那冷空气会灌进来，我们晚上可能会被冷醒，所以呢我就没有把窗给打开了。你想睡就睡，不要陪我熬夜，知道吧？现在是凌晨的5点53分，又被冷醒了。太冷了，太冷了，实在是受不了，只能起来弄这个电热毯。就
这个，还好半顶裹得严严实实的，半顶应该没有冷，反正我是冷的受不了了。我在这个睡袋上面，再铺一层。我得再买一个睡袋，不然每天晚上都要被冷醒，太惨了。如果要睡在车上的话，就得每天晚上开这个电热毯了，不然真的要被冷醒。其实今天晚上醒了很多遍了，我一直以为睡一睡马上就到天亮了，结果实在是睡不着。半斤睡觉了，你也早点睡啊。躺下，躺下睡觉，盖被子睡觉。我也继续睡了，明天见。